我們現在正站在這一片被當地人稱為鬼打牆的荒草林之間。傳聞每逢到雨月之時呢，這個山腰呢就會傳來敲鐘的聲音，但寺廟裡面卻空無一人。我也不知道我們今天能否進到這個寺廟裡面因為周圍的雜草林太茂密了，感覺像是用玉石雕刻的。那這裡面應該就是一個密室了。哇，你看這是什麼？銅什麼火化？我感覺那邊怎麼還有聲音？嘿，嗨，大家好，我是森。现在我們去探尋的呢，是位於四川的一座謎團重重的寺廟吧。那關於這座寺廟因為從它修建以來呢，在網上包括在當地都沒有對它有任何的記載。而前幾年有人發現呢，它突然就荒廢在了這個大山之間，於是呢，便有許多奇怪的傳聞一下就流傳出来了。而說的最怪的呢，說這個寺廟裡面看上去還蠻新的，但是方圓幾公里之內呢，都是在大山和荒草林吧，根本没有人家。但是呢，在这個寺廟裡面，常常又能聽到那種敲鐘的聲音，但是走近了以後呢，什麼都看不到。甚至還有人把這裡稱作為四川的懶若寺。那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寺廟？裡面又隱藏着什麼樣的秘密呢？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要從這裡開始。到這個寺廟是無法通車的，所以我們只能徒步前往。因為在地圖上面查找不到它任何的信息，也沒有定位和它的名字，所以我們應該是沿着這一條小路呢，一直往上面走。你看這條路，因為它是在一個雜草林之間，所以我估計應該會有蛇。我還得把這個裝備拿出來。你看，這是一個殺蟲劑。這個殺蟲還可以，但是它的這種刺鼻難聞的氣味對那個蛇呢，也應該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这些杂草就能判斷得出來，這個寺廟很長時間沒有人來了。这些植被有很多的刺，你看这里还有一床棉絮，不知道是誰在這裡睡過覺嗎？
這裡還有一個光區還是什麼？哇，上面依舊是杂草林啊！哎呀，真是非常辛苦啊！哎，過了一层，又是一层。走了很长的时间啊，现在我们总算是进到这個寺廟了。如果沒有這些雜草林的話，我估計應該10幾分鐘啊，我們就可以上來。但是由於周圍全是茂密的植被，所以我們是摸着路啊，慢慢走上來的。你看寺廟呢，就在這裡了。這個寺廟啊，從外觀來看呢，的確就是坐落在半山腰之間，但它與以往我們看到的那種朱紅色的寺廟啊，不太相似。也既沒有山門，而且顏色啊，也不太像寺廟的感覺。左邊呢是一個長方形的建築，而現在右邊這一個啊，看着稍微有點像寺廟，但規模呢並不算特別的大吧，好像就是那種2層的現代建築，整體還蠻新的。以前從這個步梯上來了以後呢，正對着的這應該就是大雄寶殿，但是這個大殿呢，它並不叫做大雄寶殿，而是叫做釋迦牟尼佛。你看這個香台啊，金光燦燦的，周圍有一些神獸，中間呢雕刻的是2隻龍，而這裡面啊就已經是雜草了，沒有香燭。你看在那個地方還有一個神將，這個神將啊，他現在都已經傾斜了。手上拿着一些法器和一個寶劍，中間的護心鏡都已經破了，感覺像是用玉石啊雕刻的。你先去這個大殿看一下。哇哦，这個大殿看上去啊，真是蠻新的。不過周圍比較的破舊，也散落了很多東西。這是什麼？你的桌子上面有很多的香燭，感覺像是燒過的。而這裡還有一個挺大的鐘。蓮池淨苑。對。這個鐘上寫上的是蓮池淨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地方的名字啊？而以前聽到的那個神秘的鐘聲呢，好像應該就是從這裡發出的。時間是2010年，應該是建造的時間年代吧。這放那個燭台的地方，現在已經是鏽跡斑斑了。這裡還有一口鐘，上面全部是人的名字。蓮池寺，那這到底是蓮池寺還是蓮池淨苑呢？這個大殿裡面供奉的就是佛祖了，你看這應該是釋迦牟尼吧。香台裡面有很多的香燭，看來過去啊，來這裡求拜的人真是不少。旁邊還有一些糖供奉在這裡。你看這個油啊，我感覺是不是都乾了？還是來的時候會在裡面加一些油呢？把它做成像油燈一樣的感覺。這裡還有一些香燭。淨宗共修課本，這佛經嗎？大悲咒心經。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菩薩扭頭甘露水。哦，這應該就是佛經吧。
你看上面的顏色啊，非常的鮮豔。這墊子啊，已經很髒了。底下都沒有名字，這應該就是18羅漢吧。哇，這後面蠻黑的。這裡面同樣也有一些佛經。後面供奉的應該是華嚴三聖吧。那底下香烛也是挺多的。而這裡就到後山了。哦，果然啊，你看後面沒有路，那邊也沒有路。這裡還有一個階梯，你看，竟然可以通到上面的2樓。那會通到什麼地方？這階梯上去以後啊，這裡竟然就是鏤空的，難道還要跨過去嗎？還蠻危險的。稍等啊，我上去看一下。難道是藏寶的地方嗎？应該挺結實的。再過去，如果把這個階梯拆掉的話，那這裡面啊，應該就是一個密室了。现在我已經來到最頂部了，看一下，這裡面會有什麼？是空的，就像一個還沒有裝修的房子。我就站在這個地方，你覺得這個房間會用來做什麼呢？儲物間嗎？藏寶屋嗎？裡面什麼都沒有，我得先下來了。地下有一些这種金屬的管子，踩滑了。這一面啊，是另外一邊的18羅漢吧？每一面啊，都放的是9尊。有沒有發現走進來以後啊，這裡面呢就比較的通透，很明亮，那採光很好，金燦燦的佛祖。這個寺廟除了比較凌亂以外呢，我覺得整體啊看上去還是蠻新的。你再去那邊看一下，你看在這個桌子上面啊，還放了一些佛珠，裡面是佛經吧，大悲咒，這裡還有觀世音菩薩的項鏈。周圍還有一些功德碑，這中庭啊，這樣了。上面還有一些仿古的雕刻，听到嗎？我感覺那邊怎麼還有聲音？
嘿，有人嗎？好像就是那里面发出来。是不是有点像僧人诵经的声音？哇，这里面你看，一捆一捆的香烛，全是新的。那邊還有細煉冥香，全部都沒有使用。那這裡還有很多的碟子，極樂歸州，都是一些跟不是，還有一些流行音樂。你看這裡，生蟲和鬼附體的真相。哪裡？果然哇！靈鬼附體的真相，這個碟子裡面還挺有意思的，不過很可惜啊，看不到。那講述的是一些靈鬼的東西。你這裡還有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现在佛祖的好像是一個什麼說話的東西。哇，你看這是什麼？銅什麼火化？這不是紙錢嗎？哇，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嘿，這裡面特別的凌亂，而且所有東西啊，全部都已經被翻在地上了。你看有很多衣服，那鏡頭來看一下，看地上，這衣服全部都被翻出來了，裡面那些坐墊、櫃子、木板。這邊的櫃子，拿下。走，我們去那邊看一下。哇！這個房間啊，並不是很大，但是裡面呢，卻供奉的都是財神爺吧？你看，從右邊啊，這個小廟開始，這裡面就是財神爺了，招財進寶，嘿嘿，桌上也是一樣的，有很多的財神爺，各種各樣的。連底下的香燭也插滿了，看來大家都喜歡來找財神爺幫忙。而中間這裡有一尊更大的。這種類型的財神爺我還很少見呢，拿着金元寶，換上了一身官袍，看底下的小羅漢、財神爺，各種各樣的。這裡還寫上了什麼？有本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書。而這裡你看，還有一個電子控制器，是對講機嗎？不是對講機啊，我覺得應該是把那個電池插進去以後呢，然後就可以放佛經啊，或者說是佛教的音樂吧。周圍有很多的功德碑，你看這個中庭啊，根本沒法下腳了。刚才那個聲音好像消失了，聽到沒有？我不知道是不是青蛙或者說是賴格堡發出來的聲音，
因為在那個地方，你看有一個水池，其實那應該是一個香台，但是現在因為長時間下雨以後呢，全部都灌滿了水。這裡是報恩念佛堂，旁邊寫了一個禪字。裡面的空間啊，蠻寬敞的，放了很多的桌椅板凳。在這裡面有很多的觀音菩薩，後面的那一尊應該就是地藏王菩薩了。但這個地方啊，你看已經都被燒糊了。這本黃色的書是什麼？《佛說阿彌陀經》，這是經文呢。阿彌陀佛，看一下我能不能讀出來啊？無論在家出家，必須上進下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已過，必談不論人非，行住坐臥，穿衣吃飯，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一句佛號不令間斷。哎，挺專業的人。專業啊，因為這些文字還是比較的簡單。嘿嘿，這還有個抽屜，下面那個抽屜都已經壞了。哇，上面這個也壞了。这裡有好多的八仙桌。以前那些僧人或者說居士吧，就坐在這裡吃飯。那邊還有冰箱啊、餐櫃。這有個電視機。嘿，有人嗎？有人嗎？哇哦！這有點像是一個辦公室一樣，這裡面也有很多觀音菩薩，但是地上這是什麼？電視機嗎？對，碎了，沒電，給人家破壞得面目全非啊！你還有老式的電話機，這邊是觀世音菩薩，還有財神爺。這邊有很多的請柬，很多都沒有打開。上面這是什麼？空吧。燒紙處，哦，是燒紙，提醒那些香客燒紙的地方。這是什麼？覺皇寶壇所，感覺像是那種紙錢吧，也是燒的紙錢一樣，對。这里有雾，刚好就踩到这个晚上。啊，過去的那些僧人啊、居士吧，吃飯的時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嘛。你這裡還有很大壇子。這裡面好多的香燭啊，而且裡面還有很多的，寫的是什麼？怎麼跟祭祀有關的一些東西？打不開了，裡面有很多的發票，100元。
知足常樂。人人講衛生，简直就是廚房了，有點黑哦。這麼多的灶台，4個灶台，你看好大的鐵鍋，都已經生鏽了。這裡有一個蓄水池，看一下有沒有水，沒有水。就像时间啊静止了一樣，所有的東西都封存在了這裡。這麼多的碗，你當年得有多少人？不僅是寺廟裡面的僧人，還有那些居士啊、香客啊，應該都可以在這裡來吃齋飯吧？看這裡的木材啊，都變黑了。有火燒過的痕跡。这邊還可以上2樓。2層高的寺廟。1樓還有一些房間，這是一個什麼？保管室。哇，这邊好多的柴火。下面很多的衣服，毯子还床。看来过去香客真是很多。因为旁邊啊，就廚房嘛。你看這裡還有什麼動物抓過的？這狗嗎？嘿，這裡一筐筷子。是嗎？好，走。狗是猫人。那邊是嗎？好像是個房間的。南無阿彌陀佛。僧人住宿的地方了。很多的飲料，是有一點。哎，這是一個垃圾桶嗎？嘿，看一下那邊。那床上還有一把剪刀。有沒有什麼？這邊更亂。也是房間嗎？哦。有很多的床，
都是与佛經有關的。看一下那個桌子上面寫什麼？哦，是一樣的。淨中共修課本，都是一些佛經。周围有很多带刺的植物。哎，你看这裡，還有一個和尚的背包，寫的是什麼？道師淨空老和尚95歲壽辰。以前的和尚，就很喜歡背這種金色的包包，背着好看嗎？很珠光寶氣的。珠光寶氣。包包也不要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寶貝。空的。哦，是一塊石頭，是一塊鹅卵石。我说是誰把一個雞蛋放在裡面？結果搞了半天，是一個鵝卵石。佛祖的玻璃都被敲碎了。哇，上面其實還挺寬敞的，感覺房間啊還蠻多的。有人嗎？上面显然要高檔了不少，你看有很多的皮沙發。這一面又感覺像是來到了一個兒童間，看這櫃子。Flower， 上面寫上的，這是什麼？是茶葉嗎？嗯，是的，很大一包。里面是衛生間。再寫上了佛言常念善法，應該是寫了一個什麼東西吧？哦，這是和尚，這是以前的高僧。上合老空淨，哎，不對，反着念的。淨中學會道師淨空老和尚，哦，就是這個淨空老和尚。剛才我們看到他95歲誕辰啊。應該就是一人發了一個那個金色的包吧，就這一位大師。這面是一個過道。並沒有門，隨處都有很多好像是高檔沙發喲。哦，這裡啊，都已經空了。房間真是蠻多的。南無阿彌陀佛。哇，這堆的都沒法進去了。各種沙發，
還有木床。這有點像是那種賓館。看下面是空的。像是一個賓館一樣，嘿。這面是女衛生間，這些什麼？招待所。哦，果然是有點像賓館一樣的感覺啊。以前那些居士就可以住在這裡吧？床都被掀翻了，上面還有一些衣服。有人嗎？非常的破爛啊，所有東西扔的一地都是。很多都是女性的衣服。写什么？就是招待所。招待所。哦。就住宿的地方。没错。这是卫生间呢。过去的哇，谁还在这里烧过东西吗？很多瓷座。哦。什么？全部掉完了。很破败啊。这面也是。上面2楼应该都是居士的房间吧？哇，这里面有4张床，4人同住，都是单人床。外面就是后山。这面是豪华房间，连床都不一样，席梦思的。嘿，可能不一样的床，不一样的房间，价格也不一样吧。12号房。对，房间号码。这边就快要到头了。哇，全是家具。那上面还有一些仿古的一些，那是一个小桌子吗？嘿，挺漂亮的。有人吗？
鎖上了。是空的，关上。这一间里面，你看那个地方，还有横梁，架起来的，底下全是衣服，特別的亂呢。在這裡啊，轉了一圈，很多的物品，尤其是那些佛像啊，都保存得特別的完好。那其實這種廢棄的寺廟啊，就像是時光的膠囊，藏着過去的故事和大家的想象吧。而那些詭異的傳聞，可能啊，就是用一種告誡的方式或道理呢，讓大家去敬畏吧。不過也有可能是真的有什麼無法解釋的現象，誰知道呢？如今的這個寺廟啊，就與周圍的這些大自然啊，都融為了一體。不過有一點啊，就是剛才呢，我其實上來的時候啊，就已經留意到了，就是我發現底下的地基呢，都已經不太穩，很多地方都開裂了，就像大家看到的那個天降啊，好像它都已經傾斜了。所以在過去呢，一定是這裡發生了地震以後，導致這些建築呢，已經變成了危房吧。所以這寺廟裡面的僧人也好，還有那些居士啊，就整體呢搬遷了吧。所以，如果以後您要來探險的話呢，也要得注意安全哦。好吧，那這裡啊，也就是這樣了。那我是阿生，我是小思。現在呢，我們在這個廢棄的寺廟，那我們的旅行啊，又將繼續。那我們下期再見。風景特別的漂亮。好吧，出發。這兩邊呢，還有石獸，看到了嗎？石獅子。財神駕到。哇，前面還有一隻貓，看到了嗎？不知道哪裡來的，嘿。你看這開裂的地基，這是當年啊地震過後導致這個地基啊就不穩了。好吧，走了。